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内部的状况哦。现在川普的民调崩盘，而且有航班大乱的一个景象。今天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政府官们进入到超过40天是最长的一次。川普这个时候喊话要开门哦，并且撒$2000一个人，希望来救选票，能够救得起来吗？另外一头要来关心的是感恩节即将到来了，但是美国的通膨越来越严重，牛肉价格至今已经这一年飙涨了13%。感恩节，许多人说买不起东西啊，会不会成为灾难节呢？今天就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确实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民主党连下40%哦。另外，川普的民调崩盘，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喊了说要开门，并且撒每一个人发放，预估呢可以达到$2000的红包，能够换回选票吗？政府关门进入40天之后，现在造成的就是航班大乱，每一天预估6-7千航班都会受到影响。美国的经济1周损失金额大约落在$150亿。现在大家在看说感恩节又即将到来，会有哪一些冲击？美国人在感恩节还能够心存感恩吗？好，第3个问题，现在川普不断的吹嘘说呢，美国的物价一直在下跌，但是这个政绩是否被打脸了呢？因为呢，沃尔玛推出了一个套餐，价格看似是这个比较便宜，但是里面的餐点已经大缩水了哦。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的牛肉价格飙升13%，美国人饭都吃不饱了，还要继续的相信川普吗？今天我们都会请来宾一起来做解答。好，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民调了，包括了现在做了一个统计，60%的美国人他们都不认同川普的执政，甚至有67%的人认为美国现在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那么看到目前的这个状况，当然了，川普还是会感受到压力的，所以他寄出了说，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关门进入到40天之际川普说了，他说快要开门了之外，每个人他接下来宣布了，每个美国人不含高所得者会来发放$2000的现金大红包，其实还不少，一个人可以拿到换算新台币大概是6万块钱。好，不过呢，这一些有关于政府关门的事情，都是比较政治上面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最直接冲击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了，还有接下来的感恩节要到来。就怕航班大乱因为呢，政府关门40天，导致航班人手缩短至少达到1成以上。FAA 做了一个统计，光是在这个月的7号、8号单日就有超过6-7千的航班延误，那么上千架的航班因此取消了。现在担心的是11月的中下旬就是感恩节了，民众要疯狂的这个坐飞机返家，会不会这个返乡潮变成灾难呢？运输部长在这个时候也出来警告了，赶快开工吧，再不开工的话，恐怕这个航班要再大砍20%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来自于《富爸爸穷爸爸》的这位作者，他也语带沉重的说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感恩节的时候，美国的民众被解雇，那才是真正痛苦的开始，并且他也说了，11月份初估已经有15.3万的劳工被裁员了。那么现在根据初步的统计，政府关门光是1周经济损失就高达了$150亿。重挫，美国的经济是否走向失序呢？那么政府关门40天了，最惨感恩节会不会即将到来？舰长怎么看？上一个礼拜川普总统他已经公开的承认，也就是有关于这个对等关税的部分了。他当初都说是进口的进口的国家付钱，他现在慢慢的承认说，其实美国人也会付一点点。那这可不是一点点，这是非常多。而且我刚刚那个主持人特别提到了这个川普他的一个有关于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的部分了。如果我们不看那个共和党，也不看那个民主党的话，我们就看
独立选民，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杂货来讲，他们认为已经涨了73%，对于公共开支来讲涨了64%，那对于医疗的部分涨了47%，那如果说对于油价的部分涨了33%啊，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这整个的一个曲线，尤其是公共开支的部分，那在过去1年之中涨了将近12%。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涨价哦，那也就是对于美国国内其实我们来讲应该是苦不堪言了。那除了涨价之外，如果工作能够继续维持，那也就算了。可是工作还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失业率来讲，它是慢慢攀升的。那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哦，这一个就是从2021年逐渐下降的这一个失业率，自从川普那他就任之后，慢慢的又开始上升。可是我们如果好奇一下，之前为什么这么高啊？之前因为也是川普担任总统啊，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看啊，也就是有关于失业率也不断的提高，然后再加上各个的通膨的现象已经产生了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川普他因为他个人的一个政治需要，他就开始当然他也有其他的有关于联邦支出水平啊，或者是撤销对外援助以及医疗保险补贴的部分，所以才造成这一次的关门。造成这一次的关门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啊？我们来看看灾区啊，也就是前10名到底是哪些地方。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也就是环保署。环保署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说，进行这一个无薪假的部分，其实89%啊。那如果说我们来讲到，对于国防部来讲的话，这里指的国防部其实是这个文职人员啊，那它也高达了45%。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么多人都已经开始休无薪假，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份报告，也就是他在这个休无薪假的期间，其实直接被那个 lay out， 直接被辞退。那也就是说，这个职缺越来越少，可是马上感恩节就要到了。那感恩节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那所以那个当大家回不去的时候，那个怒火一定上升。这个怒火会不会延烧到明年的期中选举呢？那其实这考验的是川普的智慧。好，确实哦，现在美国面临高通膨，还有失业率等等越来越高的问题。那尤其现在就是刚刚提到了嘛，感恩节即将要到来，川普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救自己，也发了$2000一个人，拟定希望能这样做，能够救得了他的信任危机吗？委员又怎么看？要救得了他的信任危机啊，现在大概剩下上帝的保佑了，这个太困难了。因为不止他的危机，也是共和党的信任的危机。他不竞选连任，也许他可以无所谓，他可以摆烂，但是要用这$2000哦，你难道要每个月都发吗？这困难度是蛮高的。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每个月都发，来补救大家对于生活费上涨的一个怨气，那你民调当然会崩啊。其实最重要的，老百姓就是一个生活上遇到困难，他就会很直觉的反映在民调上面。那你不去探究这个他生活上的困难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舰长讲的，进口关税80%是美国人付的啊，他生活会进口的东西生活会很多，因为美国人自己在生活物品上面的生产力量很弱了嘛。那你看对中国课多少税？对墨西哥课多少税？连生菜都涨价，连咖啡都涨价，连牛肉都涨价。我老天爷！老百姓要的不是买什么高楼大厦，不是去买你什么川普大楼啊，他要的就是我可以轻轻松松到麦当劳吃个大麦克啊，我这个周末可以去稍微晃荡。那你现在搞得他生活上这么多的困难，连航空公司都要停班，他怎么可能开心呢？你再伟大，你在美国再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生活越困难，所以他民调崩。那选举败哦，其实是本来就应该败，为什么？那几十个选举都是民主党占优势的地区啊，不管是你纽约市就是民主党哦，牵一条狗来都会赢啊。然后你说纽泽西也是民主党的地盘呐，那 Virginia 是摇摆州，有时候是民主党赢，有时候是共和党赢。
你没有稳赢的时候，就你大输。你以前输一点点，这也是大输，那怪谁？就怪你啦。哦，你说纽约、纽泽西输你没什么，加州的公投你输，其实也没什么。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可是你票数不应该输这么多。就像说国民党每一次选举去计较说，我高雄市输没关系，可是我的选票不能差太多。那这样一来，我在大选的时候，我可以拿台北市的选票去弥补。那如果他们输太多，别的地方也弥补不了啊。对，这个就是一个选举要去考虑的。所以现在我看到最惊慌的是共和党的参议员跟众议员，他们明年没多久就要开始选举了。你说叫他怎么过这个信任危机啦？那除非你现在川普这个每个礼拜都宣布我要发多少钱，然后每个月都让老百姓实际拿到钱。那个怒气也许还可以缓和一点点，但是人家对你共和党以及川普执政能力已经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有点像银行让人领不到钱，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信任危机没有办法解除，但是领到钱可以缓和信任危机所产生的怒气。好，一边是民生，来自于民生的怒气那眼看着再过其实2周左右就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感恩节了，民众的痛苦指数恐怕直线的飙升因为感恩节会不会变成灾难节？等一下我们会请杨老师来带我们看。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官方给的，他说这1年来水电瓦斯的费用大概暴涨幅度12%，杂货涨3%，其中最有感的就是美国人爱吃的牛肉狂飙了13%。但是在这个时候，川普没有去检讨自己，他把责任怪在这一些牛肉的加工业者，他怒批他们哄抬美国牛肉的价格到历史新高。于是，川普已经下令了，最新让司法部来介入展开调查。另外，川普还不断的自夸说，在他的这个任期里面，物价不断的下跌他做了这样一个政策的宣传，并且呢，他也宣传沃尔玛现在不是推出了一个感恩节降价套餐吗？一个套餐大概是$40。那么 NBC 就针对了这个套餐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确实啦，比较便宜了，较过去在拜登时期的时候便宜了1/4，但是菜单的这个样本的这些菜从29样变成了23样，当中包括了什么鸡汤啊、洋葱啊、番薯这些就没有这些食材了。那记者问川普说：“你知道你这个感恩节套餐的分量缩水了吗？”然后川普就怒回呛说：“假新闻，你是哪里的媒体？”杨老师怎么看？感恩节会不会变灾难节？一定是 CBS 的媒体。为什么？因为我找到一份资料，CBS 在从2022年的1月开始它就各个项目的去追踪美国的这些物价的变动，它去做的这整个整理。那为什么2022年1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刚好4年，那所以呢，前面其实3年是拜登，那这1年是川普，万物皆涨，大概除了汽油，因为是刻意被压制下来，所以这里面涨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食物大概涨了平均18.2%，牙医涨了17.7%，医生涨了5.3%。然后呢，电费涨了40%，从过去2022的1月是$0.15一度，现在变成$0.19一度，所以其实涨了40%。然后你看保险涨了13.3%，那如果我们个别的去看的话呢，咖啡就涨了将近20%，那所有的这些肉类，不管是红肉还是白肉、鱼、鸡蛋，大概至少这1年都涨了5.3%，前面3年也都涨，所以美国人的感觉，他不是说这个前面几年都忘记了，它是整个有延续性的。那一直到了这个川普你上来之后，其实并没有停缓下来这个涨的这个趋势，而且这1年呢持续来往上涨。那你看到除了这个汽油他们现在是大概平均$3.34一加仑那可是我还记得30多年前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好像是$2点多，有的地方还1.75了，它现在变成3.34。你想想看，其实美国人开车比以前的这个负担要高很多。但汽油对美国人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是要开车的他们没有什么高铁因此你看到这些万物皆涨的情况之下，你当然感恩节的这个套餐，当然这些这个业者呢就会配合川普。配合政府刻意缩水，然后呢降价，
哎呀，这个真的是，反正只要经上高兴就好了，没问题。那整个 CPI 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大概也涨了2%，在过去这1年。所以现在美国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到了明年的这个趋势如果继续的话，到了明年期中选举哈，这就会是一个总检视啊，一个对共和党执政，因为到了明年期中选举，你川普执政就起码执政1年半，将近2年的时间。明年期中选举是11月，所以将近2年的时间。那如果万物皆涨，其实根本他的这个选情啊，一定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这一次大概是各方面综合起来，除了物价之外，它的关税表现，它对于这些各式各样的大学以及它的作风，那整个民主党的这个团结，然后呢，共和党开始在退缩。现在到了明年的期中选举哈，我觉得它其实会受到更大的考验。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